要是您每天晨起习惯性冲泡鲜榨果蔬饮品，接下来说的这番实在话，大概率会戳破您坚持多年的养生认知。常年无节制饮用这类流质果饮，会持续加重体内脏器慢性炎性反应，间接助推病灶异常增殖，可绝大多数长辈浑然不觉，还始终认定这是养护身体的绝佳办法。不少朋友听见这番论断，第一时间满心抵触，心底暗自嘀咕：平日里烟酒全都不沾，日常三餐荤素搭配干净，作息也规律自律，凭什么判定自己的养生方式暗藏隐患？行医20余年，走访过各地社区义诊，接触过成百上千养生走偏的病患。我想和大伙吐露一句实打实的现实：各类慢性病症乃至恶性病变，极少是凭空突然找上门，既不是天生运气不济，也不能笼统归咎于家族遗传基因，更多是日复一日用心调养，养生思路却出现根本性偏差，日积月累埋下健康隐患。真正暗藏健康隐患的饮食，从来不是街边油炸膨化这类一眼就能分辨的劣质垃圾吃食，反倒是市面上被大肆吹捧，家家户户争相跟风的所谓养生食材，披着健康外衣，悄悄损耗五脏机能。前阵子门诊接诊一名43岁的陈女士，落座之后眼圈泛红，句句吐露内心委屈，这些年为了保养身子格外上心，烟酒点滴不碰，每周固定5天户外快走锻炼，晨起雷打不动，榨取新鲜梨汁，全程不额外添加半颗方糖。在她自己眼里，全家老小当中就属自身饮食习惯最标准，养生功课做得面面俱到，可全套体检报告出来。消化道多处持续性慢性炎症，局部组织已经出现癌前异变指标。拿到结果的那一刻，陈女士当场坐在诊疗椅上，失声落泪，反复追问。自己认认真真坚持养生多年，厄运偏偏落到自己身上。从医这么多年，类似境遇的病患早已数不胜数。陈女士只是庞大踩坑群体里普通一员。太多中老年朋友埋头跟风养生，盲目照搬网上流传的保养窍门，日复一日坚持错误习惯，沉浸在自我养生的满足感里，丝毫察觉不到身体正在慢慢受损。今天咱们静下心，掰开揉碎细，说3类中老年高频踩中的养生陷阱，3种误区全是日常随处可见的生活细节。尤其末尾第3种养生误区，足足90%国人常年照做不误，只要坏习惯没能及时修正，平日里再多健身慢跑、食补调养，到头来收效甚微，白白耗费时间与钱财。咱们先来做个生活化小设想，摆在眼前一瓶高糖分碳酸饮料，不用旁人提醒，大伙儿心里都清楚糖分超标，对血管肠胃负担过重，于是主动戒掉汽水、含糖手摇饮品、配料繁杂的珍珠甜品，摒弃这类公认的高负担饮品之后，很多人下意识寻觅替代饮品，鲜榨无添加果汁，就此走入千家万户餐桌。商家大肆宣传鲜果现榨、零蔗糖、纯天然萃取，看上去完美填补戒糖之后的饮品空缺。不少长辈常年把果汁当作晨起标配，笃定喝果汁等同吃新鲜鲜果，养生效果翻倍。但我以临床多年接诊经验直言，加工萃取后的果汁和完整天然鲜果压根是2种食物。摒弃固体鲜果，换成流质果汁饮用，看似优化饮食结构，实则换了一种形式，持续给身体增添负担。很多长辈百思不解，同样是水果原料，去掉果皮果渣之后，营养价值理应更容易被肠胃吸收。隐患到底潜藏在哪儿？咱们拿生活化的比喻来讲，一颗完整鲜果好比一间设施齐全的身体营养储藏小屋，果肉内部自带天然果糖，还有不可或缺的膳食纤维充当防护岗哨。膳食纤维的本质工作就是放缓糖分进入血液循环的速度，循序渐进分解代谢天然糖分。
避免短时间血糖骤然飙升，守护胰岛平稳运转。可一旦鲜果送入破壁榨汁设备，过滤掉粗纤维与果肉残渣，相当于直接辞退所有在岗安保人员，关键防护成分尽数流失，剩余液体变成高度浓缩的游离糖分，人体空腹喝下一杯鲜榨果汁，就如同在明火周边倾倒易燃油料，缺少纤维缓冲阻隔，糖分毫无阻拦快速涌入血管，短时间体内血糖数值骤然冲高，一线器官被迫超负荷运转，而各类异变细胞恰好偏爱这种血糖骤升骤降、胰岛素频繁大量分泌的体内环境，长期处在这样的生理状态。慢性炎症自然反反复复难以痊愈，不少中老年朋友心生疑惑，不过是多摄入一点天然果糖，身体真的会产生这么大负面影响？这里要纠正一个普遍误区，异变细胞不只是单纯依靠糖分存活增殖，更偏爱血糖大幅度起伏、胰岛素频繁超负荷分泌的长期体内环境。这也是陈女士常年晨起喝梨汁，作息饮食全都自律，消化道却常年发炎病变的核心缘由。她原本以为每日果汁可以润肠排毒，殊不知日复一日的饮用量持续加剧体内炎性病灶，不断给身体炎症火上浇油。这也是养生圈最讽刺的现实，一部分人胡吃海喝，吃出病痛，还有一大批人迷信伪养生，精心规划饮食，反倒吃出各类慢病。在此牢记一句养生实在话：吃完整鲜果，别喝过滤果饮。倘若次日清晨原本打算榨取果汁，直接更换成一整颗带肉带纤维的新鲜水果，保留膳食纤维，这个身体安保，才能稳稳守住肠胃与血糖健康防线。紧接着要聊的第二类养生陷阱，常年奔波劳碌的上班族，注重控虫养生的中年群体几乎全员中招。越是刻意追求健康饮食的人群，踩坑概率越高。如今大街小巷、连锁商超、便民便利店，货架上摆满标注低脂、高蛋白、全谷物字样的盒装简餐，代餐能量棒、粗粮代餐饼干，产品外包装铺满养生宣传标语，不少长辈减脂人群认准标识，认为选购这类预制食品就是精细化照料一日三餐，远离重油重盐的不健康饭菜。从业多年，翻看各类食品配料表，我看透商家精准拿捏消费者养生心理。品牌方售卖的不只是入口食材，更多是便捷省时的消费体验，顺带贩卖一份吃了就能养生的心理慰藉。消费者害怕发胖，产品就印刷零脂肪大字，背地里配料表格里麦芽糖浆、果葡糖浆位列配料前几名，担心日常营养摄取不足，包装着重突出高蛋白字样。实际产品经过多重工业深加工，添加数十种人工辅料，惧怕日常饮食埋下患病隐患，就标注100%天然原料，本质只是各类糖浆。精制粉勾兑而成的精加工食品，换了包装继续变相摄入添加糖。平日里接诊病患，时常翻看患者随身带来的代餐零食配料，每一次细看都暗自揪心，光鲜亮丽的健康食品外包装之下，配料组成和天然食材相差甚远。临床医学里有超加工食品的专业定义，用大白话概括，就是经过多层化工改造，早已脱离天然食材本源的加工制品。曾经接诊一名29岁互联网研发职员，常年久坐加班，格外畏惧三高缠身，为了严控饮食结构，彻底断绝路边小吃、油炸快餐，三餐全部依靠商超预制健康餐食，早餐一根谷物高蛋白能量棒，午餐一盒低脂鸡胸成品便当，下午饥饿补充一块粗纤维代餐饼干。复诊之时，这名年轻人还带着几分自得，坦言自己已经坚持数年不吃垃圾食品，养生管控做得十分到位。可整套体检数据出来，结果出人意料，常年腹胀积食，肠道蠕动缓慢，全身性低度慢性炎症指标居高不下。
我当场询问平日里多久吃一次原生家常食材，年轻人愣在原地答不上话。人体肠道内壁如同环绕周身的防护城墙，肠道菌群与免疫细胞就是驻守城墙的巡逻卫士。超加工食品当中普遍添加的乳化助剂、防腐添加剂、人工合成香精，日复一日持续破坏肠道黏膜，好比每天有人偷偷撬挖墙砖，单日细微损伤很难被人体感知，长年累月持续损耗，肠道屏障逐步破损，各类慢病接踵而至，等到身体出现明显病痛，人们才茫然发问，自己养生到位，病痛从何而来？这便是养生界隐藏最深的真相。伤身的食物从不会刻意做得难以下咽，反而是便捷省事，包装成养生好物的精加工零食，悄无声息蚕食身体健康。往后商超选购食材，养成一个简单好习惯，不要被包装正面高纤、低脂、天然萃取的广告语迷惑视线。第一时间翻转产品背面配料清单，倘若配料名称大半都是晦涩难懂的化工专业名词，名词数量密密麻麻，堪比化学课本，不用犹豫，直接放回货架，不予选购。真正原生态食材从不需要繁杂配料修饰，鸡蛋就是纯粹鸡蛋，红薯就是原生薯类。很多人身体变差，不是日常三餐伙食太差，而是被营销文案误导，错把精加工食品当作养生正餐。再来聊聊第三种颠覆大众固有认知的养生误区。不少中老年刷短视频刷到各类科普内容，通篇宣扬红肉致癌，牛羊肉暗藏致病风险，吓得一众养生爱好者直接一刀切戒掉所有畜禽红肉，常年坚持全素饮食。可我结合临床大量病例，客观阐述真相，诱发身体病变的从不是正常食用的瘦牛肉、猪瘦肉，往往是搭配红肉一同下肚的含糖饮品、油炸薯块、精致甜点。多数人吃出身体毛病，根源是肉类搭配劣质垃圾饮食，最后却把全部健康罪责全部归咎在红肉食材身上。此前一位67岁的张大爷听闻红肉诱发恶性病症的网传言论，下定决心全素防癌，整整4年一口畜禽肉类不碰，日常3餐清水烫煮绿叶青菜、白米饭搭配卤水豆腐，自认为清淡饮食能远离各类病症。4年后前来复诊，刚踏进诊室，我便察觉到异样，整个人身形骤然消瘦，面色暗沉发灰，身上裤子明显宽松垮塌，走路脚步虚浮无力。完善体检之后，确诊重度营养不良，脏器营养供给匮乏，身体缺少优质蛋白供给，脏器没有原料自我修复，免疫力持续走低，反倒大幅提升各类疾病患病概率，这才是极端忌口带来的致命隐患。合理食用红肉不会损伤身体，错误的饮食搭配与烹饪方式才是损害健康的元凶。海内外多家营养机构开展对照临床试验，实验阶段安排受试者阶段性提高红肉摄取量，初期受试者体内细胞受损监测指标小幅上升，数据发布之后，不少自媒体大肆渲染红肉伤身，刻意隐瞒后半段实验结果。后续研究人员没有要求受试者禁食红肉，仅仅调整饮食配比，每食用1份红肉同步搭配2份新鲜绿叶蔬菜与杂豆类食材。短短数周过后，此前异常升高的身体受损指标全部回落至健康标准数值。单一空腹大口吃牛排风险偏高，荤素合理搭配的红肉膳食是优质蛋白重要来源。很多长辈养生误区就在此处，吃肉的时候配汽水、炸物、精致甜品，身体出现不适就片面杜绝红肉。结合数十年临床经验，分享3条落地性极强的吃肉守则。第1条，去禽肉食一定要搭配足量蔬菜，餐盘一半空间摆放各类新鲜素菜，荤素配比均衡。第2条，严格规避火腿、腊肠、烟熏肉这类深加工肉制品，
腌制加工肉类才是权威机构划定的一类风险食材。第3条，肉类烹饪杜绝高温烤焦。食材表面焦黑、碳化部分是有害物质集中区域，进食之前剔除焦边。各类重大病症从来不会由单一食材诱发，全是常年累月不良饮食习惯层层堆叠而成。切莫因为惧怕患病，盲目极端忌口，硬生生饿出营养不良，本想着防病养生，反倒持续削弱自身免疫防线。讲到这里，也想和屏幕前的长辈们静下心聊聊心里话。各类疑难重病从不是命运随意安排的劫难，不会毫无缘由突然找上门。人体健康如同按月结算的分期账单，每天入口的食物，夜间的作息睡眠，平日的情绪压力，对身体细微不适的漠视，一点一滴慢慢积攒，最后化作病痛账单找上门。人过40岁之后，多数人慢慢看透现实，一辈子花销里、房贷、理财、储蓄、晚辈教育支出全都可以规划筹措，唯独身体健康是花钱最难弥补的大额成本。大半辈子埋头打拼赚钱，常年熬夜操劳、应酬聚餐，身心承压，总觉得年轻身体扛得住损耗，等到病痛缠身，辛苦积攒多年的积蓄源源不断送入医院缴费窗口。行医数十年，见过太多半生奔波的长辈，晚年躺在病床上满心遗憾，后悔的从来不是年轻时候没能多积攒钱财，而是从前忽略身体，没有趁早养成科学的养生习惯。好在咱们还有扭转调理的机会。既然慢病隐患源于长年累月的生活陋习，自然能够依靠循序渐进调整日常作息饮食，一点点修正养生方向。不用下定决心瞬间变成极致自律的养生达人，没必要一次性戒掉全部爱吃的家常美食，更不用苛刻节食折磨自身。养生讲究循序渐进，今日比昨日优化一处小习惯就足够。少喝一杯浓缩甜饮，多添一口高纤维素菜，缩减精加工零食摄入量，点点滴滴累积，身体状态就会稳步改善。最后送给所有长辈一句走心金句：重病从不会骤然到访，全是日复一日饮食选择，日积月累造就的结果。看到这里，不妨在心底盘算，倘若从今日开始只能改掉一项养生坏习惯，您优先选择哪一项？第一，戒掉各类液态添加糖分饮品，包含鲜榨绿榨果汁、瓶装含糖茶饮。第二，减少外包装标注健康字样的精加工预制食品。第三，调整肉类配菜结构，改掉红肉搭配油炸甜食的错误吃法。评论区留下对应数字就行。每条留言我都会逐一翻看，不少优质留言内容，还会成为后续科普视频的选题素材。要是喜欢这种不贩卖健康焦虑、立足临床实情的养生科普内容，麻烦帮忙点赞、订阅账号，转发分享给身边亲朋好友。咱们下期接着细说中老年养生避坑干货。